大家好，有花友问我这几颗水培的石斛兰现在怎么样了？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看。我只有4颗石斛兰，那有3颗呢就是水培的。那当初呢我水培它们是因为这几颗兰花长得都不太好，是把它放在水里面的环境来抢救的。那当时入水的时候是半年以前了。那看看半年以后它们现在长得怎么样。这一颗好多好多的新根，那当时入水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没有根的，这几颗都是没有根。那现在呢好多新根都长出来了，也长出了好多的芽，像这个都是新长的芽。这颗根长得更好，看很多的细根分叉都在水里，这个根已经长到水底了。这也是长了很多的新芽，这是新的，这还有个新的小芽正在往外冒，这个应该也是新的。这是这一颗根长得也很好，当初还有一个杆子，那个杆子已经黄掉，摘掉了。这几个小的都是新长的，都是新长的。我觉得它们在水培的环境里长得很好啊，而且特别的省事，就几乎平常是不用管的。我平常呢就把它放在窗台的旁边，保证它的光照是比较充足的，早上和下午都有充足的阳光。那基本上呢，水就给它放到它的这个长根的那个地方下面的1-2厘米处，不要贴着这个根部放水，要隔一段，然后底下都是水。一般水少了一些呢，我就会给它加上补上。里面放这些陶粒呢，还有一些玻璃球呢，只是为了让这个根部有个支撑。其实基本上都是泡在水里的这种状态。那平常呢，我会经常给它换水，大概2周的时间吧，就会给它冲一冲杯子，不会拿出来了，就是把水灌满，然后晃一晃，把这个手能摸到的地方给它清理一下青苔，然后把里面的陶粒尽量冲一下。我觉得换水还是比较必要的，对水培兰花来说，我认为经常换水是必须的，因为水时间长的话，有可能会积累细菌、病菌，所以呢，我是经常给水培兰花换水的。那施肥呢，对这个石斛兰来说，我因为基本上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，所以我用的水一般都是淡淡的肥料水，大概就是肥料说明比例1/6的量。就是平常我用来浇兰花的肥料，基本上就是1/3比例的量。水培兰花呢，就再兑1倍的清水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感觉非常的省事儿，而且它们长得也很好。根长得比较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石斛就是这个品种就是会长这种细根，还是因为说在这个水培环境里它就容易长这种细的根。我有另外一颗石斛，这个是种在树皮里的，这个根呢长得就比较粗，所以现在我不确定是因为在水里面它的根长得细，还是说因为品种的原因。那这颗种在树皮里的长得也非常的好。那水培兰花有一点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容易长青苔。如果你没有给它罩这种不透光的外套杯的话，它就容易长青苔。
看这个上面，这个根已经糊了一层厚厚的这种深绿色的青苔了，而且不好清洗。这里也是能看到明显的青苔，所以呢，我想还是应该给它罩一下，用一个不透明的杯子给它套住，这样的话青苔就不容易看见了。但水培的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能看到根，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看兰花的根嘛，我也一样，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它套一个外套盆，因为欣赏根也是一种养兰花的一个乐趣嘛。我加的水位呢，就是在这儿了，像这一颗，离它的长根的这个底部呢，还有2厘米、3厘米的距离。只要保证很多的根都在水里就好了，这样的话它会把水都吸上去的。尽量不要让这个长根的这个底部特别的湿，那样的话会容易让这个茎部腐烂。所以呢，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它们长得很好，这种发白的根尖也长得非常的漂亮。我觉得水培石斛兰比水培蝴蝶兰要容易得多，因为我基本上是不用管它的，除非是在每2周换一次水，或者是平常发现水少了给它添加一点，平常几乎都不用管。但是像蝴蝶兰呢，水培就是需要经常的观察，经常会发现有时候烂根了，就要把水弄少一点。有时候太干了，再加一点水，需要经常的维护水培蝴蝶兰。但是石斛兰水培呢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容易的。如果有兴趣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种养殖方式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，我们下次再见。